最近科技圈真的是太魔幻了 ，Open Cloud 的火爆程度差不多要赶上当年 DeepSeek 的热度了。它为什么这么火呢？因为它是完全免费的，你只要把它部署好，它就能像个真人一样，帮你自动的控制电脑鼠标、敲键盘，做传统牛马日常做的事。前往都想当个猪扒皮式的赛博老板，但是你猜怎么着？就在所有人都在白嫖免费神作的时候，原本在 OpenAI 和 Google 绞杀下疲于奔命的 Perplexity 突然反其道而行之，整了个让人大跌眼镜的大活。他们推出了一个叫 Personal Computer 的实体服务，这玩意简直反直接到了极点。它不仅不免费，而且极其昂贵。你想要用它，你得自己先掏出$599去苹果官网上买一台 Mac mini 电脑，然后 Perplexity 还要按着你的头，每个月收你$200，企业版甚至要$325的软件订阅费。一不包硬件，二不送外设，空手套白狼到了极致。更诡异的是，面对这种简直是抢钱的霸王条款，硅谷的老板和500强的高管们居然去排着队去当这个冤大头，抢着给他送钱。在完全免费的神作面前， Perplexity 凭什么敢收这么夸张的保护费呢？这背后到底藏了什么万亿级别的商业阳谋呢？那今天咱们就彻底扒开这套模式底层的商业逻辑。咱们先把时间线稍微拉开一点，看看这帮神仙到底在下什么大棋。今年的大模型赛道早就不是当年单纯拼参数量的修罗场了，而是发生了一场极其惨烈的路线裂变，聊天玩具和打工牛马的彻底分家。你看现在的 OpenAI 和 Google 的 Gemini 拼了命的把 AI 塞进手机，塞进浏览器，把对话框卷成了一片红海。对于 Perplexity 这种做 AI 搜索引擎起家的公司来说，继续在软件端跟巨头拼流量入口，那叫自寻死路，存在感越来越低，怎么办呢？他们的 CEO 果断跳船，既然你们都在陪聊，那我就直接做外包，我把虚无缥缈的 SaaS 服务强行的实体化、物理化，变成一台放在机房角落里24小时连轴转的机器。而与此同时，以开源社企的 Open Cloud， 这就形成了一个极具魔幻的历史交叉点。一条是面向 C 端极客的纯粹的免费开源路线，另一条是 Perplexity 这种面向 B 端老板的重度商业化的闭环外包路线。这时候肯定有无数懂点代码的硬核技术粉要说， Open Cloud 开源免费，自己调 API 就能干活，这不香吗？老板花每个月几百美金去买 Perplexity， 是不是纯纯的智商税呢？兄弟们问得极好，但这恰恰就是顶级资本家和普通技术宅之间最无法逾越的认知鸿沟。咱们今天就来剥洋葱，看看这天价的护城河到底是用什么垒起来的。咱们先来看第一层，交互逻辑的合规性大逃杀。用过 Open Cloud 的朋友都知道，它的交互逻辑是一股浓浓的野生极客风。你要让它干活，你得把它装入你的 WhatsApp、Telegram 或者是 QQ、微信等个人的聊天软件里。你就像发微信一样，给它发一句帮我查查今天竞品的价格。个人玩玩确实很酷，随时随地都能掏出手机下达指令。但你想想，如果把它放在企业里，这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你让公司的核心财务数据、销售报表，在一个毫无安全审计的开源代码和个人聊天群里乱跑，别觉得我是危言耸听。就在上个月， Open Cloud 刚刚爆出名为 Cloud Havoc 的安全危机，几百个恶意插件在市场里乱飞，几万个实例在公网直接裸奔。你让这种东西碰公司的核心数据吗？数据泄露了，
你去找 GitHub 上的开发者要赔偿吗？而 Perplexity 呢，它直接甩出了一个降维打击式的核武器，叫做 Fleet Dashboard， 也就是企业舰队中控后台。这就完全不是聊天框的玩法了。老板或者 IT 管理员登录这个高加密的网页后台，面对的不是一个聊天界面，而是一个上帝视角的驾驶舱。在这里，你能实时监控全公司10几台 Mac mini 正在干什么，屏幕上甚至会滚动显示代码级的操作日志，也就是 Audit Trail， 外加画中画的实时屏幕镜像。更要命的是，它在底层埋入了一个最高优先级的红色按钮 Kill Switch 物理熔断机制。老板如果在后台监控到这台机器正在试图夜前访问加密文件夹，鼠标轻轻点一下熔断，系统底层瞬间锁死，这台赛博牛马连一个像素都动不了。而且它完美符合 SOC 2的企业级数据隔离认证，这就叫安全兜底。买开源工具就像在路边捡了一条免费的野狗，咬了人你得负责。而花$200-300买 Perplexity， 买的是带编制，出了事有人背锅的安全感。这还只是第一层，咱们接着往下扒，看看第二层更硬核的技术壁垒，运行逻辑的物理鸿沟，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幽灵屏幕。很多用过自动化 Agent 的人都有个痛点，包括咱们7号那期聊 GPT 5.4 的原生操控，他要干活就得强行抢走你的鼠标指针，他在屏幕上点来点去的时候，你作为人类只能双手离开键盘，像个傻子一样看着他表演。你只要一碰鼠标，进程瞬间打断。这叫什么呢？这叫前台物理接管，这根本不叫生产力解放。但 Perplexity 在这台 Mac mini 上玩的是一套极其霸道的技术，它根本不跟你抢键盘鼠标，它直接在 Mac OS 的内核底层跟一个叫 Windows Server 的核心渲染进程对话。它在内存里凭空开辟了一块虚拟显示缓冲区。说白了，它在自己的脑子里建了一块只有他自己能看见的幽灵屏幕。这个幽灵屏幕上，他疯狂地打开网页，截屏分析，输入账号密码，而物理外接的显示器上什么都没有发生。这就意味着你可以拿这台电脑在前台毫无卡顿地剪辑 4K 视频，开着几十个网页，而它在底层同时并行着10几个网页的数据抓取，你们互不干扰，这才是真正的物理级并发。讲到这里，那个最经典也是最多人抬杠的问题来了，既然这软件这么牛，硬件又是我自己买的，那我买台 Windows 电脑不行吗？为什么非得是苹果呢？再说了，我用我现成的 MacBook 笔记本跑不行吗？非得买 Mac mini 吗？这根本不是 Perplexity 偏心苹果，而是一个极其冷血的底层物理壁垒。咱们先说为什么微软的 Windows 系统直接被判了死刑，根本跑不了。AI 代理要24小时在本地处理复杂的视觉识别和推理，对显存的带宽吞吐要求是变态级的。传统的 Windows 电脑 CPU 的内存和独立显卡的显存是物理分家的，图像数据在总线之间来回搬运，延迟高得离谱。你要想在 Windows 阵营里不卡顿的跑这种多模态模型，你得至少砸2-3万块钱买一张英伟达最新出的 RTX 5090显卡，就为了凑够那24G 的显存，这就彻底打破了降本增效的商业账本。但苹果的 M 系列芯片优势就出来了，它用的是 UMA 统一内存架构， CPU 和显卡共享一块内存。一台 32G 内存的普通苹果电脑，这 32G 几乎能全部当成顶级显存来用，带宽极大。这就是为什么它必须依附于 M 芯片，因为它用白菜价实现了
边缘 AI 的算力平民化。同时 macOS 底层那个极其封闭的 TCP 前线沙盒，把 Agent 关在铁笼子里，保证了老板按下熔断按钮时能瞬间切断它的系统特权。这是历史包袱极重的 Windows 根本做不到的。那既然 M 芯片的 Mac 都能跑，那为什么商业实操中大家只认 Mac mini 呢？因为你拿一台上万块带屏幕和电池的 MacBook Pro 去当24小时的苦力服务器，电池可能不出几个月就会因为高温直接鼓爆。而起售价$599的 Mac mini 没有废材的屏幕，没有电池的焦虑，自带主动散热，往弱电箱里一塞，常年不关机，这才是老板眼里能跑通 ROI 投资回报率的完美算力肉身。好，交互逻辑、底层硬件咱们都盘明白了，但这还不是企业宁当冤大头也不用免费开源的最核心原因。那接下来咱们要算一算最血淋淋的一笔账， API Token 经济学。你以为开源真的是免费吗？兄弟们， AI 代理要控制电脑，它是得长眼睛的，它每滚动一下网页，每找一个按钮，系统都要截一张高清图发给云端的视觉模型去识别。你随便去查查现在 Cloud Opus 4.0 或者 GPT 5.4 的官方 API 定价，那可是按视觉 token 计费的吞金兽啊！当然，这里咱们就不讨论国内那些白菜价的模型接口了。那咱们就算一笔血淋淋的账。如果你用自己部署的 Open Cloud 去跑复杂的业务流程，随便一次网页抓起，就能瞬间烧掉你几十万个视觉 token。你让它高强度连轴转干1个月，光是调接口的费用就能轻轻松松干破$2-3千，而且上不封顶。这还是在你代码写的极其完美的前提下。一旦你的开源程序半夜发了疯，陷入死循环，疯狂的向云端请求视觉分析，第二天早上老板看到账单能直接把你给开了。这时候你再回头看 Perplexity 给出的那套看似抢钱的定价，$200的基础版，$325的企业版，老板们花这钱难道是去当冤大头的吗？错了，这根本不是什么破软件授权，这买的是一张极致性价比的企业级算力包月通行证。人家根本不跟你抠抠搜搜的算什么视觉 token 的流水账。Perplexity 凭借着极其硬核的底层批发价协议，直接在这个套餐里给你包了包括 Cloud Opus 4.6、GPT 5.2 在内20多种主流顶尖大模型的海量企业级调用配额，每个月整整上万次的高阶算力支撑。对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来说，这跟无限量的自助餐根本没区别。一边是自己搞开源，直接调 API， 每个月烧几千刀还没底，万一系统半夜崩溃陷入死循环，第二天迎接你的就是天价账单。而另一边是买 Perplexity， 它不仅仅是给你上万次的调用配额，它更是给你上了一道物理保险。哪怕它的系统真的发了疯，最坏的结果也就是把这个月的固定配额耗尽，然后停止工作，绝对不会从老板的信用卡里多刷走1分钱。哪怕选最贵的企业版，每个月撑死也就300多刀。他硬生生的把企业使用 AI 的成本天花板给你死死的焊住了。人家老板花钱买的是悬崖边上绝对的安全感，是企业财务在商业世界里最值钱的确定性。好，聊到这里，其实很多聪明的朋友脑子里已经冒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按你这么说，这玩意的物理硬件是让用户自己去买苹果的 Mac mini， 它的云端大脑用的是人家 Anthropic 的 Cloud 和 OpenAI 的大模型，那搞了半天 Perplexity 凭什么收钱呢？它难道不就是一个毫无核心技术的赛博皮包公司，
一个套壳组装厂吗？既然这层窗户纸捅破了，那别的初创企业是不是直接抄它的这个模式，卖$100就能把它卷死呢？如果你这么想，那你就太小看这帮在硅谷杀出一条血路的神仙了。接下来咱们就彻底撕开它这层赛博组装厂的表象，看看它到底在系统的底层筑起了一道什么样的护城河。首先第一道极其变态的防守黑河，叫做20个模型并发编排，任何人都可以去调 API， 任何人都能让大模型去动一下鼠标。但是如果你让一个 agent 联系跨5个软件，执行100步极其复杂的动作，而且中间绝对不能崩溃，这就是一道极其恐怖的工程壁垒了。开源的 OpenCloud 为什么经常卡死呢？因为它往往是单线程在思考，一旦网页稍微卡顿了一下，按钮没加载出来，单线程模型一鼠标点在空地上，整个逻辑链条就彻底的断了。但 Perplexity 在那个小小的 Mac mini 的后台寄出了一个庞大的超级打工委员会，当你下达一个指令，它瞬间唤醒了20个不同职责的编辑模型，其中最聪明的 Claude Opus 4.6 坐在指挥官的位置上，他不干粗活，他只负责把你的宏大目标拆解成50个极其细碎的动作，然后他把动作分发给下面的感知器模型，专门死死盯着屏幕找像素坐标，接着交给执行器模型去疯狂点鼠标。最恐怖的是，旁边还站着一个拿着鞭子的反思纠错模型，一旦发现前台跳出一个莫名其妙的广告弹窗或者系统报错，这个反思模型会瞬间强行夺走控制权，呼叫备用的模型去关掉弹窗，然后再让执行器重新接着干。这20个模型在毫秒级的时间里相互监督，相互推翻，实时博弈。正是这种不计成本的极度冗余，彻底把 AI 操作电脑的幻觉力和崩溃率硬生生地砸到了企业业务容忍的红线以下。这种极其复杂的底层系统架构，是那帮想抄袭的草台班子短时间内根本摸不到门槛的。然而这还不是它最无敌的杀器，它真正的底牌是它的特权情报网。你想想，普通的开源 agent 在网上帮你抓起竞争对手的绝密数据时，最怕遇到网站的 Cloudflare 防爬虫拦截，网页一弹出一个请验证你不是机器人的滑块验证码，你的开源程序立马就在那傻眼了，因为大模型只是个脑子，它突破不了前端的物理防御。但这对 Perplexity 来说简直就是个笑话。别忘了这家公司是干嘛起家的，人家手里捏着目前全球最强大最新鲜的实时 AI 搜索索引库，当他的赛博牛马在前网游荡，遇到任何防爬虫的屏障时，他根本不跟你去较劲那个滑块验证码，他反手直接在系统的底层调用自家后台的特权 API 接口，瞬间绕过前端，把最核心的数据直接喂给这台正在打工的 Mac mini。 大模型负责提供思考的脑容量，苹果的 M 芯片负责提供执行的手脚，而 Perplexity 自家的私有搜索索引库负责提供上帝视角的顶级情报。这套软硬结合加上私有数据源的3位一体闭环，才是它敢卖天价的真正底气。它不是组装厂，它是一个垄断了信息获取到行动执行全链路的超级黑手党。在这套体系面前，你拿什么去抄人家积累了多年的全球网页索引库呢？神仙打架讲到这里，现在请大家把视线从硅谷大佬们的百亿棋盘上移开，低头看一看你手里的那张工资条。当这样一台拥有上帝视角、极低出错率、不知疲倦，并且自带企业级安全中控的机器被摆进机房的时候，屠刀其实已经架在了
屏幕前的每一个普通白领的脖子上。咱们别拿那些虚无缥缈的未来预测来吓唬自己。来看看刚发生不久，我们3月7号的那期视频里提到的真实案例吧。2月底，美国金融支付巨头 Block 一次性裁撤了4000多名员工，公司总人数直接从1万人暴跌到6000人以下。按理说，一家大公司突然砍掉1半的人，业务应该彻底瘫痪了吧？结果呢 ，Block 的股价当天应声大涨，华尔街的资本家们在开香槟庆祝，因为他们看到了极致的人效比。而在这场大清洗的背后，隐藏着2个让所有打工人窒息的深层裂变。第一个裂变叫做人才阶梯的整体性坍塌。以前你想成为月薪5万的高级财务总监、高级合伙人，你得先从月薪5000的初级岗位上做数据录入，核对报表，老老实实的熬上3-5年，那是你熟悉商业常识的必经之路。但现在资本家为了追求极致的利润，直接掏出$200订阅一个没有感情的黑盒子，把金字塔最底层的初级执行岗位给一刀切了。没有了底层岗位，年轻人去哪里积累经验呢？10年后，这个社会将彻底失去那些经过基础训练的中层接班人。但资本不在乎，他们只要这个季度的财报好看。第二个裂变更加残酷，它拷问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基石，最终责任溢价。当 AI Agent 能够以碾压人类100倍的速度去生成报表、写代码的时候，我很会用 Excel， 我打字很快，我做 PPT 很好看，这种所谓的执行力溢价将彻底的清零。在未来的企业里，老板给你发高薪，绝不是买你的体力去干活的。AI 算账再快，公司面临 SEC 财务造假调查的时候，你觉得大模型能去坐牢吗？不能。AI 写客服邮件再温柔，面对100万级大客户的违约索赔谈判时， AI 能去承担商业破产的法律责任吗？也不能。老板给你发工资，买的是你敢于拍板，敢于承担商业和法律连带责任的风险对冲。未来的职场只有2种人能活下来，一种是承担巨大风险的决策者，另一种就是给那些劣质 AI 输出疯狂擦屁股的廉价校验工。而中间那极其庞大的只负责执行既定规则的白领阶层，正在被这台闪着呼吸灯的 Mac mini 无情的抹除。你的岗位在这台机器面前还能撑几个月呢？你剩下的核心竞争力是在盲目的执行，还是在承担决策的风险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咱们一起讨论。别忘了点赞订阅，咱们下期再见。